当我觉得很孤单又没办法跟别人产生连结的时候，我很喜欢去开始打开一些那种颁奖典礼。太奇怪了吧，每个人上去那种感谢之情，我就会觉得我透过他们跟很多人连结那种感觉。透过那天的金马奖，我那天突然就是给自己一个答案的。我觉得创作是一个意念，你每天都还想要告诉自己想要做得更好，你有这个意念在驱动你的行为，本身就是创作。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那欢迎回到我们强者我朋友。那镜头外的还有我们计划养羊，今天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好，那今天来宾呢是被誉为科技导读接班人的慢报主笔 Manny。嗨，大家好，我是 Manny。那 Manny 到底强在哪里呢？首先呢，他的这个电子报订阅户高达了将近3万人。那可以说呢，在台湾如果是想要稳定的接收产业跟商业策略的分析的话呢，慢报的这个电子报还有 podcast 完全可以说是必读跟必听的。那再来呢，他本身也做过很多的工作，那有超多的角度的产业观察可以分享。最后是呢，他跟这个 Angela 一起主持的 podcast， 除了刚刚讲过这个知识含量爆表之外呢，听众爱到不行的还有这个 Manny 不定时的 emo 碎念。所以呢，还没有听过慢报的大家，今天一定要来感受一下。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相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在开始之前就要来先问一下志奇了，你跟 Manny 怎么认识的？我跟 Manny 怎么认识的？我记得我们之前是在一个加速器，对不对？反正当时我那份工作就是我们 run 一个有点像新创加速器，然后当中会参与一些早期的投资，然后可是你要加速器就是会找一些 mentor 嘛，因为大部分的事情我也不会，所以当时我就是网络上就是狂搜各种我觉得是个咖的，这个是这样，对，全部广撒，然后每个都亲自去开发这样子。那我也因为那段时间，所以认识了很多人这样。但后来其实我跟志奇就都不是工作上的往来啦，对，就是比较像朋友，然后就会乱聊天这样子。没错。然后就让他开始做 podcast， 我就会丢给他说，我觉得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然后让他就很痛苦。那后来怎么开始写慢报？其实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上一份工作，还蛮常两边跑，然后加上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比较多远距工作的时间。对，那远距工作之后，自己比较能够弹性分配的时间也比较多了之后，就开始想说，平常自己也都会看一些新闻，那我看新闻看完之后就没了，那为什么我不要把它写一些我的一些 feedback 或是一些想法？最一开始的慢报是很 hardcore， 是日更，就是一天会更新5则新闻的摘要，做到蛮痛苦的。比如说有时候明明跟朋友喝酒到半夜2、3点，当时给自己设定的发刊的时间是早上8点，6点一样硬起来，然后硬写这样子的。然后做了8个月的日更以后，就开始倦怠。对啊，那一下就烧掉了。对，就 burn out 了。burn out 之后呢，就开始改成周更。那时间变弹性之后，你就比较能够自己安排有一块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一块时间里面，刚好那时候就又有在看科技新闻嘛，就想要顺便写。你觉得这跟你的原本很想要做研究的这件事情有关联吗？不太一样。坦白说，因为其实我觉得知识型产出是相对来讲，它的累积性是差的。其实研究工作有时候你是针对单一议题，你会投入1年到2年的时间，你会对相关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这样。对，它不见得每一个投入都值得被产出，但是如果我们做这种知识型产出的，我会想要确保我每一次的吸收都是可以被产出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会影响到你的选题，你都会找那种最有效益的，然后最有点的或最有趣的，你可能掌握度比较高的，或是别人想看的，最容易把它做出来，然后可以端出去，大家也有共鸣的。对。那你当初在写这个慢报的时候，你有预期你的分享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馈吗？没有我到现在也没有预期啊。我觉得当我对一件事情抱有越大的预期的时候，我越痛苦，预期落差就会很大。我觉得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做事的人其实比较好。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然后那个目标的成果是可以阶段性检验的，然后再回头来去做修正，然后再提升目标，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对，但像我不知道为什么，至少我对慢报一直都没有设定这样子的期待。我那个创作是很 follow 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的想法的，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比较 suffer 一点。
对，你是每天在跟自己对话。对，所以其实比较辛苦一点。那再来我想要帮网友问，就是有很多漫报的观众都很好奇说，你怎么有办法就是深入浅出的把公司产业市场都介绍得很清楚，然后还能够再产出自己的分析，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吗？没有过去2年来一直有人想要找我开线上课程真的假的？真的。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要开什么课，他说你这么大量的吸收资讯，然后干嘛干嘛之类的，你想必一定有一套看资讯然后消化组织架构分析跟产出的这一套方法学。我真的不是在嘴炮，我是很认真回去想了半天，好像没有真的不存在这种东西我的天哪！好，我先讲，比如说看新闻好了，我完全就是乱看。我有一个 email 信箱专门订阅电子报的 ，OK， 然后因为都超多嘛，所以我就随性的就是点几篇，然后看一下里面他们就摘要了哪些新闻内容，所以就像钓鱼一样，反正就是今天就是看到有一篇觉得还不错，我就开始继续把它往下看，然后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的研究嘛。然后别人问我说你怎么去针对一件事情比较完整的去了解它？我就是一个答案，就 Google 啊，不是说就把问题一次展开来，然后就一个一个查。对，那第3步就是如何有自己的观点。这个是这样，最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叫张杰平，就是他以前是在端传媒嘛，然后他跟我聊天，然后聊了之后他私讯我一个他对漫报的 comment， 他觉得这年头有一个刊物不卖弄是蛮难得的。如果大家看很多商业分析或什么之类的，有一些会有一种说教感。然后会有一个趋势，这个是 blah blah blah， 对，或是有一种他想要告诉你他很厉害的那种感觉。我很小的时候写东西也会这样，我后来写漫报的方式，有蛮大的调整，就是我完全都是以我的主观视野去写我从这一件事情里面获得的感受或者是观察是什么。它比较像是一个记录的随笔，而不是我为了要跟你讲些什么东西而产出的事。对，就是我的对话对象是我自己，而不是我设定说我今天要说服你。这个点给我一些启发。以前我在写文字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就是这样写，然后他会很就跳来跳去，因为他是比较是一个意识的状态，就会有一些人讲说这个人看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但我其实我自己蛮喜欢那样子的东西，它就是我的一些感受，把它记录下来。你刚好看到，对你有点启发，好像不错。后来有觉得那个是我更舒服的写作状态。再来是回应到我漫报越做越清楚这个东西的价值跟区分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有很明确想要沟通的对象，然后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成长目标，那我会觉得这样写作是不好的。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想要看立论的，大部分人喜欢看 argument， 大部分人其实不喜欢看别人碎碎念，大部分人其实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想跟什么答案。这个是有点像模仿欲望的感觉。我觉得大部分人需要的资讯，第一个是资讯性是够的，而且他有明确的论点，或是很明确想要让我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有趣的。很多时候自己其实在做的事情，也不是在给你一个我最后想要怎么样，而是就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有点好奇，我们就在那边查说它正反到底长怎么样，然后最后简单的小结。然后但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样子很无聊。但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啊。其实如果大部分人觉得这样很无聊，你的频道就不会订阅，就不会上升。其实我觉得这是王道，就这个是 Jump 王道啦。对，我的已经是季刊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是周更的 Jump 王道漫画，编辑一定有一个觉得大部分人都会买单的叙事节奏，但是因为我的产出是为我自己产出的，所以我在里面其实会写很多我自己的 emo 的点，可是那个纯粹只是因为来自于我生命经历的一些共鸣跟反馈。其实漫报一直都比较属于这样的形态。你以前在理解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你有觉得这是一种创作吗？我去年就是有一阵子突然觉得蛮孤单的，当我觉得很孤单又没办法跟别人产生连结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是我很喜欢去开始打开一些那种颁奖典礼。太奇怪了吧。你看每个人上去一直去感谢他的什么人的时候，哇，那种感谢之情、社群感凝聚，对，我就会觉得我透过他们跟很多人连结那种感觉。对，这是一种很宅的行为。所以我当天就想说，哇，好吧，看一下金马奖好了。可是看到后来，我那天突然就是给自己一个答案的。我以前一直不认为我在创作，可是透过那天的金马奖，我那一天就是真的认为我在创作。因为我当时只给自己一句话，我觉得创作是一个意念，你每天都还想要告诉自己想要做得更好。那你有这个意念在驱动你的行为，本身就是创作。很多人常讲创作会痛苦会煎熬，其实它本身都是来自于你想要做得更好的这一个意念在驱动。当你有这个意念在驱动，然后导致于你有一点 suffer 的时候，我觉得
这时候就要给自己一点肯定，就是说，那我自己真的是走在创作的路上。这就是因为你有在追求更好的那个样态，对啊，所以你已经看得到我自己已经停在这里很久，但是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契机去跨过那一段。对啊，包含比如说我会希望我可以 cover 的题目更多，然后我每个题目我可以 cover 的更深，那我就可以肯定我自己是在创作了。分享几个故事，你自己觉得很惊奇或很赞赏这个创业点或成长策略是有点启发的，就是新创这件事情。新创对我最大的启发，并不是创办人多屌，或者是他们估值变多少，或者是他们怎么样，而是新创之所以会出现，要么是他发现了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然就是他把既有的问题提供更好的解法，然后他可能是用更好的技术或是更好的商业模式。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带给我蛮大的刺激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人常说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可是当你如果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些 startups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新鲜事还真的是蛮多的。我觉得我在关注新创的一个收获是自己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新的资讯圈，就例如说你会比较早的开始知道像是 NVIDIA 他们的一些进展，或者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甚至是你对于世界的趋势有了一个新的解读，像 Canvas 就原来这件事情以前我们不觉得的是，它现在其实是一个问题，然后他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再发展。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点可能会被应用到其他的科技巨头身上，他们会透过这种东西看到，然后就放大，然后就在某一天突然大幅的成长，是很好玩的。那另外我还有自己一个很想问的问题，想要问 Manny， 就是 emo 的时候的那些自我揭露跟自我解析，会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一个很具备观察跟分析能力的人。那你有办法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这个特质是怎么形成的吗？我觉得应该是越活越自在吧。我小时候是一个很 emo 的人，我大概23、24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当一个无情的。遇到什么契机？我们这种30代的，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比较 emo 的男生比较看不起。坦白说是这样，就是你最常会听到一句 comment， 就是你怎么想这么多，然后你怎么想这么多这种东西，久了它可能会变成一种贬义。那后来我就是累积久了之后，我有一天告诉自己说，我要洗心革面。对，然后洗心革面的第一件方式就是改变自己的娱乐内容消费方式。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会看一些很 emo 的电影，有时候我会看楚服，然后还会看小津安二郎这一种，就是大家所谓的艺术电影，然后或者是一些文学的东西，那种 emo 只说他会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去思考一些一般人可能觉得跟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无关的议题。然后我是一个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去看这种东西，然后不断的反思我跟我爸妈的相处，我自己的情绪状态，然后我自己的感情的状况的这样的人。可是我在23、24岁的时候下定决心改变这件事情，说我从此以后就不再看我以前所有看过的电影。哇！对，我就是自己告别了。没错，我就开始看韩剧，开始看互相甩巴掌的，就是这种内容。这样，那你喜欢抖音上面的那些短剧吗？抖音上面有超多这种，抖音干片第一个就开始甩巴掌，有还不错，还蛮不错。我尤其是开始录 podcast 啦，那开始录 podcast 以后呢，一开始其实真的是因为为了填充那个时长，就是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讲什么，后面那个正题内容好像没那么多。就想要闲聊一下好了，那闲聊聊着呢，就回到我小时候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我对我自己的发言或是我的言论有几个守则啦。第一个是我不讲台湾的事，第二个是我蛮有把握，就是我从来不会在公开的环境底下批评任何人。我今天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看志祺不爽，我一定不会骂志祺，我一定会写一篇骂我自己的文章。可是那里面的我把我自己有一部分我很讨厌的个性，跟我很讨厌志祺今天某一件事情把它连结在一起，然后我透过责备自己来去抒发我这种想要骂人的欲望。然后这是一个超级无敌安全的策略。没错，那听起来很艺术哎，这就是有点像是自嘲，永远是好得分的。因为你知道，你那个时候你的情绪就疏解完了。我的外语就是觉得说，一个人讨厌一个人，我都觉得是因为你在那个人身上看到一些，不论是看到你自己，或者是你自己达成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不爽，就这样。对。对不对？你今天会讨厌一个人，一定是因为那一个人跟你有点认知失调，就是他这样还可以这样，就会觉得那我就是透过检讨我自己来获得这个抒发的效果，真的很 M。对，那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都骂自己，那不会有人再去踩你了。台湾人是很善良，对，完美，就是你看你既达到抒发，又不会被骂，甚至还会有听众喜欢。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就有个缺点，就是你不会红，因为你这样就掌握不到流量密码。因为你 po 一篇骂别人的文章，大家才会想要加入跟着一起去骂那个人。可是你今天 po 一个骂自己的，大家就是于心不忍，大家也不会加入起来一直骂你嘛。那这个流量其实就差很多。
这我想到就是你之前有一集就是在讲这个 Paul Graham 的，他写的这个如何做出伟大的成就。那你自己有想要写出什么伟大的成就？那我自己想要达成伟大的成就，因为我今年初的时候动了一个手术嘛，然后术后的时候就开始想很多有的没的事情，这样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现在跟比如说10年前的我好了，我现在在几年就40嘛，那我10年前的时候大概是20几30这样子，这两个时代的我差异最大的是什么地方？20几岁30岁的时候，对自己的真的是蛮有抱负的。这样讲有点羞耻，但就是当时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会想要自己很投入在工作里面，然后在工作上获得极大的成就，然后对别人有影响力。这感觉是很社会期待。我不确定这个期待感从哪边来，但总而言之会把这东西 apply 到自己身上，会觉得只要自己对别人有影响力，在工作上是叫得出个名号的，然后可以调度资源的，然后当然这过程中会累积财富嘛，或等等之类的。时隔10年以后，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超级渺小，就是我现在只希望工作可以继续撑着啊，撑到60岁回老家，然后身体可以保持健康，到那时候都还堪用，然后心情可以保持愉快，然后人生中可以培养一些多元的兴趣啊，这样就好，这样就很幸福了。对，其实我就觉得我已经对于想要去影响别人，或者是所谓的叱咤风云，或者是很有影响力这件事情，我现在是零追求。我确实觉得年纪会影响一个人行为能力也好，或者是抱负，或者是想法也好，我觉得影响其实蛮大的。那我现在我对于我自己定义的伟大的成就，其实就是漫报跟 podcast 嘛。那我自己还是会很希望它还是有蛮多东西没有被我发掘的啦。但是我可能不会期待说它变成比如说100万 YouTube 频道，对。但是我自己会希望能够更稳定的，而且更多元的去增加它的内容的广度跟深度，然后来帮助我去 connect 到更多我自己本身工作范围以外的人。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把这件事情连接起来。因为这么说好了，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没什么梦想的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小时候写作文或什么之类，他们可能会 envision 自己是要当什么太空人啊、发明家什么之类。我真的从小零抱负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喜欢竞争的人。可是其实做漫报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改变是，有非常多人会透过讯息或者是信件告诉我，某一节内容或是某一封电子报，其实带给他很大的帮助，或是刺激他一些什么想法。那这件事情其实反过头来有点变成是，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对别人有帮助的，所以会刺激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然后想办法怎么把这个帮助更具体化的凝聚成一个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现阶段可能会想要赋予自己想要达成的成就之一吧。对。那对于志祺来说，你心中有什么想要达成的伟大成就吗？但我觉得在伟大成就里面，他给我的更多的事情是，你要怎么样变得比以前的自己还要更杰出。你不要去关注差异化，你要关注的事情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那最好的时候，差异化是别人来想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在像是我们影片制作上面，我还是有从制作这些大量的机器的这些影片，有得到一些有趣的感觉。因为我们谈论非常大量的时事内容，它某种程度是一种泛娱乐的选项，而所有不管在不同阶层的人，他们能够有的泛娱乐选项是很接近的。你去看那样子的北北阿姨，她真的就还是在滑 IG， 还是在看 YouTube。所以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很容易遇到一些人，你过去是没有想象过说他会跟你讲出我其实平常都在看你的影片然后你就觉得怎么跟这个人产生了一个交集，然后甚至想不尽办法，然后传了一个讯息给你说，志祺我是叉叉叉，那可不可以跟你做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人的关系对我来讲是更好玩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边有些一致。真的就是听完志祺讲的这段，我大概就是更清楚我现阶段最感到快乐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与其说是人的连结感，不如说是一种信任吧。就是你有一种被人家信任。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出门，就是我跟人之间有一个蛮明确我自己会把持的距离感因为我觉得这个年代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是沐浴在大量的资讯里面，对，所以其实人是有办法透过沐浴在跟你的大量的资讯交流接触中，对你产生一种信任感。然后这一股信任其实就会建立起你跟这个人的连结。对，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有人说持续的分享，然后跟信任这两个东西相乘，就会得到幸运或机会，会觉得好像蛮好玩的。然后我觉得我人生还有一个很大的乐趣是看着一些好的朋友他们登上顶端，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也帮助我可以提早认识，例如说有一些新创我们就投资了，然后就发现哇他们越来越好了。这个人生的途径，就他在爬的这座高山是原本我的人生旅途当中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因为我今天长期做这件事情，累积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在很早期的时候跟我参与，然后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定期的会议，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他怎么样做，然后甚至是我有可能去跟他分享说，我觉得你接下来的路可以怎么走，你自己想一下。然后他们真的走，然后走到了一个我无法想象的高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人生好像得到了很多本很棒的游记，看着他们爬上顶端的过程是我人生很大的乐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想要一直做。所以某种程度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观众分享的？坦白说，我自己还蛮有自信，慢报是在台湾一个比较特别的算自媒体吧。第一个就是它不会是一个搬运感强烈的内容，第二个是它关注的东西相对来讲都没那么主流吧。主流的东西已经蛮多人讲，虽然偶尔会讲一些 topic，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可能是新创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议题，对，这是比较有趣的。然后第三个是它是一个个人色彩强的、说教感非常低的内容。如果是我是一个读者，我自己有时候看我自己的东西，我会觉得它很特别，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刊物，但是它又跟你保持一个有礼貌的距离。他不会想要对你说教，但是他其实是很个人的。然后你看久了，你会觉得你好像进入了这个人的脑中世界。对，这大概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如果要我形容的话，就会是一个就是我很信任或很喜欢他品味的 DJ 会选出来的歌单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他策展的主题，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跑出一些新的，就这个蛮好玩的，对，我要研究一下。所以他不会在慢慢的这些主流资讯里面，你就觉得都差不多，而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角落好像被找到，然后跟你讲说这小角落其实蛮赞的你应该要来看一看。大概是这样。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Manny 的分享，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相关影片。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下期再见喽，拜拜，拜拜。